您的眼界决定世界的宽度。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我是任明月。从两岸的脉动，再到全球变局，今晚我们将为您层层拆解，精准剖析。先来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明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福大特聘教授何思胜何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防院战略所所长苏紫云苏所长。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那么今天是8月15号，从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来看啊，今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好，那么在当时呢，东亚的战场上参战的包括了美国，还有中国，也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还有日本以及这个苏联来参战。好，那么二战结束了，那么回顾到一直到现在啊，现在东亚的局势似乎又开始动荡起来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带大家来看到这个中国啊，它似乎正在联手它的盟国，包括了这个北韩以及俄罗斯，正在试图要突破第一岛链的限制，包括了对我们台湾以及对日本各种的施压，都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精准的来分析。也先请观众朋友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那么也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关心国际大事。好，那么今天一开始，我们先要来关注这个美伊情势的最新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在这个最新的演说当中表示说，击败伊朗之后呢，他就会立刻宣布荷姆兹海峡就是美国的领土了。好，那么他也再次强调说，美国绝对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那么川普的这一番话呢，其实他把这个美伊战争啊，已经推向了最高峰。另外呢，同时也让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一条这个全球的能源命脉再次成为大国的竞争焦点了。好，那么当美国还卡在中东的局势当中的时候呢，中国正在积极的要来突破第一岛链了。好，我们来看到呢，中国海军正在从突破第一岛链走向了岛链外的常态部署。它不是只是穿越了宫古还有巴士海峡而已，而是呢开始在西太平洋长时间的航行训练。还有补给，那么逐步走向呢岛链外长时间的部署，甚至是开始与第三国的军舰来协同行动。好，另外呢，北方、南方是同步的来扩大军事行动。我们先来看到北方啊，频繁的穿越宫古、对马、宗谷海峡，甚至还出现近乎绕行日本的航机。另外，在南方的部分呢，则是结合了海军、海警还有灰色地带行动来牵制美日菲。那么最近呢，中国又首次的和印尼军舰啊，打算要在台湾东部来军演。好，政治讯号很明显了，台湾东部正在从相对安全的后方，逐渐变成多国军力交汇的新前线。来看到日本的防卫省，它指出了，今年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呢，一度至少有7艘的中国军舰部署了西太平洋，那么其中呢有055型、052D 型驱逐舰，还有903型的补给舰组成编队，从冲绳附近进入了太平洋，沿着日本东侧北上，再经过了这个宗谷、对马海峡返回东海，那么航机几乎是绕行日本1周。来看到派出这3种这个驱逐舰，来看到第一个是这个055型的，它是主要是针对了防空、反舰还的远程打击。另外呢，052D 型啊，则是由护航还有区域的防空。另外呢，903型的补给舰提供了远洋补给，来延长部署的时间。那么这3艘舰呢，主要都是要从能够出去，进一步变成出去后能够待的很久，而且还打得起来，重点是要回得来。好，我们要来请教一下何老师喽。这个中国军舰它密集的部署在这个西太平洋，几乎绕行一整个日本哦，是不是代表这个解放军它已经从穿越第一岛链，它逐渐走向长期的远洋部署了？那本来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个在整个建军备战，他们都朝向建立这所谓的这个深水海军哈。那他当然他现在这个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前这个他绕台湾之外，他这一次这个似乎是针对日本而来哈。那不过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针对日本了，那个他过去事实上也曾经这个就是说这个绕着这个日本啊这环岛哈。那当然这个
他要不要这个绕日本，这跟中日关系有关哈。这中日关系好的时候，他就这个对这样的一个这种军事行动，他会采取克制。那当然，现在这中日关系不好，而且这个日本事实上也不断的在这个军备上面这个去强化。那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对北京来讲的话，他也要这个适时的秀这个肌肉。那就是说他当然这个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哈，这个形成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战略的这个压力。不过就是说这个他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说他常态性的哈，就是说这个去穿越第一岛链这个往这个第二甚至是第三岛链。他过去这个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这个把他的航母这拉到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这中间的这个洋面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未来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他会这个就是说视情况，然后这个去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他的一个这个深水海军的这种战力的这种验证哈。那当然这个我们明眼人大家都知道哈，这当然是这个为了这个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去拒止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他 step in 到整个这个台海的这样的一个这问题上来哈。那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想要跟日本这个有这个军事的一个这个冲突啦，那所以这个他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个秀肌肉是会有哈，那不过我想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跟日本这个他们也这个无意这个双方去升高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军事的这种对峙哈。那当然在外交上面这个相互的这校正，这个是会这个不时的这个听到。那不过就是说这个可能距离这个就是说日本跟中国采取这样的一种针对性或者是一种敌对性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这个行为，事实上还是有一段距离。老师刚刚提到，中国其实不想跟日本有这些军事的互动，但是他如果说日本啊，他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是有成功的吓阻，或者是说他反而会刺激中国去扩大他的行动？当然，这日本这个他现在这个这面对这个美国去调整他跟盟国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日本以前很轻松啊，这个他只要这个万事就是拜托美国就好了哈。那不过就是说这个从这个90年代之后，美国基本上他就这个慢慢的去调整他跟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合作的这种关系哈。这里面当然包括日本哈，他本来就要求日本要这个多出钱。然后后来也要求你多出力哈，那相对的日本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就是说，除了去检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卫的这些法律，这个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之外，那当然他必须要增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备哈。那所以自卫队基本上这个他的一个转型哈，它是在美日同盟之下去进行这样的一种转型哈。那这个我也并不认为就是说它是这个就意在跟中国再回到这个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今天是中战纪念嘛，就是说回到这个战前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了。不过中国大陆这个对日本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变革或防卫政策的一个改弦更张哈，他在这个这一年来大概都用这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军国主义哈，他只是加上一个形容词叫做新型军国主义去形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当然这个也是警告意味这个比较浓厚了。那日本，我觉得这个从现阶段来看的话，它在军力上面哈，如果这个要跟中国这个等于是去 compete， 我觉得它还是要靠美国啦。这美国还是不能够离开日本哈。那个包括南韩这在内这个都一样哈。那不过就是说。这个未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协作，自卫队不再像过去哈，这个它只是采取这种防卫，对不对？它不攻击。那未来的一个自卫队，基本上它会转型成为一个攻守俱佳的这样的一种自卫队。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也并不如中国大陆所讲的哈，就是所谓的一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复辟哈，或者是日本要重新回到以前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说。以军事为重的这种国家，我认为战后的一个日本哈，这个它宪法跟战前毕竟不一样。那我也并不认为，就是说现在的日本哈，这个哪怕他们这个在讨论修宪哈，但是我想日本的民意还是对于这个就是说回到战前，事实上他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克制。
好，我们现在何老师哦，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美日菲啊，它在7月21号的时候呢，到25号都在这个南海举行了5天的联合演习，也出动了包括了军舰、海巡船、还有侦察机以及战机，来强化3国的协同能力。另外呢，面对了这个美日菲的结广啊，这个中国它是以3种方式来反制了。来看到第一点呢，就是海军是持续的来穿越岛链，强化远海的部署。第二点呢，则是海警在争议海域当中维持存在感。第三呢，透过了海空演习，还有灰色地带行动，来增加对手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避免全面的冲突。那么南海其实真正的较量啊，不是谁先开战，而是谁最先改变原则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哦。这个美日菲建立了这个南海协作网，那么中国呢，它则是以远洋部署啊这些灰色地带行动来双制。那么双方是不是在强化嚇阻，还是说呢，让这个黄岩岛、仁爱礁还有巴士海峡更容易的擦枪走火呢？目前应该就是还是强化这个嚇阻的能力啊。那问题就变就是说，这个战争应该是这个争执应该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争执。那不管是美国跟这个日本来讲，都是来挺菲律宾的。这并不是美国的战争，也不是日本的战争。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他的核心利益，因为这些领土不是他的。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在没有胜利的把握之下，也没有核心利益的顾及之下，你要他用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啊，这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最后呢，你可以帮菲律宾，可是就菲律宾单独出来讲的话，它不管是海上的战力，更不要说这个空中的战力哈，跟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的战力来讲的话，就是鸡蛋碰石头，差距太大了。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美日菲，尤其是日本的话，我想基本上美国跟日本的话，希望就是说让菲律宾多一些哈，能够哈。让嚇阻中国大陆哈，不要再采取进一步军事手段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吧哈，而不是真正想挑起战争。那其实就过去我们看的很多例子啊，他们在这个选取的这些联合演习的水域哈，从来都不愿意进到比较敏感的中非之间的这些哈，在有领土纠纷的水域。那么，尤其是在这个黄岩岛，甚至在这个仁爱礁这个过去长时间冲突的地区哈，美军的舰艇都刻意避开，而且连这个过去的什么哈，就是说九段线部分啊，那个美国的舰艇很少进去的。那而且过去有一些你可以说是民事的冲突吧，那就是双方的海警船的冲突啊。那其实，在这个仁爱礁上一次马德雷3号2年前的冲突，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是菲律宾的特种部队没有穿他的制服，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马德雷3号附近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菲律宾的这个方面人员也负伤。那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美国很积极的参与，那个日本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就美国、日本来讲，他们只是说助阵，而不是助战。如果要真正战争的话，那除非美国准备跟中国大陆产生一场军事冲突的话，要不然可能最大的可能还是菲律宾哈，他得自己哈单独来承担这个战争。而且我想这一点，菲律宾大概自己也很清楚。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中国大陆也是希望用这个和平的方法啊。能够尽量以展现武力，然后呢，凸显出双方在水面跟这个空中军事力量的差距啊，来怎么样威吓菲律宾不要再往前走一步。当然，最近这个也有一些冲突啦，不过这个冲突都持续了很久，基本上都是怎么讲呢？中国大陆大概都是运用什么？都是运用海警船，而这个菲律宾不管你是民事的这些准武装人员，还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你去挑衅中国大陆的时候，大概都没有直接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舰艇进行过挑战。这一次就是上个月的，就是菲律宾马德雷3号的船冲下来3个橡皮艇，它冲的对象也是中国的海警船，
虽然他们是菲律宾的军方人员，可是呢，我觉得双方在进行这个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分寸还是把握的非常非常的精准。那会有冲突，可是不会把这件事情扩大。所以在目前为止，我想双方的这个真正要动武的这个可能性是极低的。而且我觉得菲律宾可能他自己内部的状况现在也是蛮复杂的。那就军事力量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持续在这个区域加强军事力量，而且上一次的这个也就是8月1号的这个演习海空的联演中国大陆是3个方面，一个是军方的，一个是海警船，另外一个就是类似海上民兵，所以是3管齐下。那会采取比较这种实际的这种比如说脱离的行动把这个菲方的船只脱离都是由海警船出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东西有斗，可是这个克制跟那个顺序跟节奏目前为止并没有很紊乱的现象，所以可能目前这种斗而不破的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我们谢谢谢大使哦。那么现在中国它竟然走出了一步过去鲜少见的棋哦。我们先来看到了中国呢，竟然联合了这个印尼，首度在台湾东部来联合航行。我们来看到中国的红河舰，包括了印尼的这个航舰护卫舰，来都进行了这个通信，还有编队航行、海上补给以及分航等科目。我们来看到中国说这个是联合的实兵演练，但是印尼则是强调说，这个军舰只是参加完俄罗斯演习，返航途中进行了类似的 PASIX 过航演练而已。那么两方的这个说法是完全都不上的。另外呢，台湾东部过去是被视为台湾战略后方以及安全的纵深。如果呢中国开始与第3军舰开始在这一带常态性的交流了，那么也代表东部的海域战略的意义正在改变当中。那么关键不是这一次而已而是会不会常态化呢？那么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来加入？另外呢，演练的这个科目是不是会从通信编队升级到反潜、防空还有实弹射击？另外呢，大家关注的也是不是会从一次性的交流变成了固定化的年度化的军演呢？这个相当严重了。我们来请教一下苏所长了。这个中印的这个演练规模不大，那双方他们的定调也不太一样那么这一次呢，是例行交流，还是中国是真的开始把第3国带来台湾东部来演习的？好，明月，我想可以这样看，这是一盘大棋。首先，中国它历年来都跟很多国家有演练这只是第一次是在海上的，而且是海洋东协的国家，这个是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以往就是也有派船到俄罗斯北方去进行它中俄的海上军演。当中国的船舰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北上的时候，北约各国都会很紧张，而且就会密切监视所以他这一次把这个海上军演的场景搬到台湾东部来，号称就是距离台湾80海里，有几个意义首先，他就是要针对日本、菲律宾，就是在谈判所谓的这个EEZ专属经济水域，他的船来这里就说 No， 我才是老大不管你中华民国声称这里是你的经济水域，或是日本、菲律宾你们这边划界 No， 我才是。而且你看，我有好朋友印尼也来参加我，他承认我是这里的地主，他就是这种政治讯号比较大。所以刚才明月讲很清楚，就是这一次是2艘船，一个是中国的红河号，第二个是印尼的这个就是五拉赖号。它基本上是一个讯号演练，就是上面说的这个通航演练，就是我经过，你经过，然后我们互相打个车灯 ，Hello， 我闪个远光灯，你有看到我然后我跟你挥挥手，就这样子这是印尼的说法。但是北京方面就把它宣称这是一个实兵演练可是印尼就说了没有啦，我只是去俄罗斯就是做海军外交，那做一些演练我就回来了这盘大棋另外一个面向是这样子，我们用跳棋的角度来看，其实印尼它现在它是不结盟国家啦它先跟美国就是赫格塞斯战争部长说好，我们是好朋友，必要的时候我的领空可以让你过去那美国觉得很开心。如果说南海有事，我要增援菲律宾的时候，如果万一中共跟这个菲律宾真的说从这个海警冲突升级到正规的这个正规的军事冲突的时候，
拍谁？那美菲的协防条约启动了，美军就有义务要去协防的菲律宾。那军机、军舰就从关岛过去。印尼如果开大门的话，它就很方便。那接着印尼又说，哎呀，我要跟俄罗斯买石油，而且第一批油送来了，所以海军去跟这个俄国的海军就是 say 个 hello。那返程的时候，就是跟中共在这里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通航的训练。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北京它现在很需要朋友。就除了俄罗斯之外，他现在如果说可以有个国家也到这个水域来跟他演练，就等于承认他的这个管辖权跟主权的这个延伸，这是他的用意。那么中共的确像我们制作单位讲的，这个非常做图做得非常好。除了第一岛链之外，他现在稳固住了，就是经常像牙皂咖一样走来走去。所以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还说：“哎呦，第一岛链这里就是有100多艘中共的军舰、公务船，在那边拍拍照。中共它是很有战略耐心的，这一点倒是我们必须去注意。他现在第一岛链先巩固住了，那他把这里，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住社区都知道有约定专用，有约定公用。约定专用就是你的领海，再过来是临街区，那再过来是经济水域，那。”现在中共就要把这约定公用的地方说，没有，这是我的，我花盆放着，我要放鞋柜等等的，所以各国当然反弹。所以刚才明月关切的是，印尼他急着否认，很可能也是美国跟日本，特别是澳洲，跟他讲，就是千万不要给中国一个错误的战略讯号，因为现在中国它已经到第2岛链，而且往这个南半球的第3岛链，就澳洲的后面去了。所以这时候，印尼如果发出错误讯号，当然就会让西方的民主国家会觉得比较关切啦。但是我想还有一个事情，其实印尼他忘记一件事情，中华民国以前帮助他很多。印尼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华民国当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之一，还出面去协调荷兰的殖民政府，说你不要用武力，等等的协调这些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台裔的那时候的这个日籍台裔人士也帮助那个印尼独立军很多，甚至把在印尼投降日军的装备交给印尼的独立军，才击溃荷兰殖民政府还有英国的这个援军。所以印尼他甚至把这些台裔的人员奉为就是国家的那个勇士，就像这一艘。就是这五拉赖号，它其实就印尼独立军的一个忠孝啦，就是纪念他们所谓的这个国家英雄。所以我想，印尼就是说，他跟中共进行这样演练，对他的外交来讲，反而是不利的，所以他急于否认。那无论如何，台湾的东部的确像在明月刚才讲，以往是我们一个战略的这个后方或是纵深地带。我们海军以往的想定是说，一旦台海有事，我的船舰要到这边输泊待机，二方面是维持一个海上航路。那现在由于中共的兵力投射、火力投射就大为延伸，所以我们当然现在会有其他改弦更张的做法。这有点像说军事上讲的就是颠倒正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这样看，台湾是变成内线作战，中国变成外线作战，企图包围台湾。那内线作战有个好处是说，战场几何上面是中间来回机动快了，那外线的话绕了圈圈，你把它想象成像学校的田径场，大家在那边跑道就是说会比较远，这外线。那中间的草皮就是切西瓜啦，就防守军反而比较有利，所以现在变成另外一种战略态势了。我们谢谢所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还有精彩的时事预测。